都是那种没怎么做，随便弄点。我们这儿有像草帽一样的风铃，丑是丑一点，全是爱。这上面还放了一个苹果，就是祝福他平安嘛。他对。还是先吃个甜筒。还是竹笋实在。得劲儿。这是啥意思？刚就担心会不会搞掉。哦，他们想拿笋子。他是不是每次都整好多花活儿？觉得。我们做的玩具，他都去嗅闻了一下，然后他喜欢吃的那些什么胡萝卜、竹笋，他也是叼出来吃了的。大家都非常的卷，都生怕自己的熊猫就是比下去了，大家都感觉使出了浑身解数。我觉得我们都做的挺好的。不到就怕想不到。看完了外环的创意组，熊猫幼儿园的奶爸奶妈们化身米其林大厨，他们又会有着怎样的爱意表达呢？这个冰淇淋可以，我也想起来。上面有绣，好精细的准备。字儿也是拿来给人看的，这个也包含了我们饲养员对熊猫的一个祝福。对，反正现在卷得很，这都是那种没怎么做，随便弄点。我们这儿有像草帽一样的风铃，丑是丑一点，全是爱。虽然谢奶爸嘴上低调，但第三组的大餐看起来又清凉又好吃，特别是鬼斧神工的雕工，堪称低调的炫技组。不管是一视同仁还是雌雄定制，奶爸奶妈们都抱以匠人精神投入于此。他们的丰容礼物会获得国宝青睐吗？所以我想问一下，刚刚短片里面说到有3个组哈，是怎么划分的？为什么要分成3个组呢？这其实是我们的一个管理上的一个方便，一个划分的一个区域。比如我们内环，我们是内环员，外环是外环员。所以你是内环组的？对，我们是内环员。然后外环的就是只是按区域划分的，对吗？区域的划分。那幼儿组呢？幼儿园就我们的，也只是一个名字。静静是幼儿组的，已经是幼儿组的，已经是幼儿组的，也是一个地点而已，而不是说你管的这些猫它都是属于亚成体，不是这样的。没有，就像那个老婆饼里面没有老婆一样，没有，就像那个老婆饼里面没有老婆一样，没有，就像那个老婆饼里面没有老婆一样。对，就要跟人家去解释一下，其实它只是一个区域的划分，对吧？对。那你们平时你们的这些创意想法是从哪里来的呢？会去根据他们的喜好吗？也有这方面的考虑，也有呢，相互之间的一个学习。怎么学习？借鉴啊？对，也会借鉴。致敬吗？模仿吗？我们也会借鉴其他动物园的一些做的一些食物丰容的那个。那比如我们这次做的那个鱿鱼也是借鉴了其他的。就看到别人做的比较好玩的，大熊猫比较喜欢的，我们也就要去学尝试一下。它的那个食物的话就很简单，就是熊猫爱吃的胡萝卜和竹笋做成的，原料很简单，又都是它爱吃的，对，形状变的。但是我在想，你们上学的时候手工课都很好吗？就是一来了就都会做吗？而且我觉得对男饲养员应该是非常有难度吧，做这种手工活
时间长了，做的次数多了，也就练出来，越来越熟练了。真的都练出来了。你有没有非常拿手的作品？红红，你是不是忘了还要砍竹子呀，还要锯竹子呀？你要把这些时间我们用的就是他现在吃的竹。你们有没有知道他们看了这些东西以后是什么样的一个表情，什么样的反应？他们应该都看不到吧？那个时候都在里边忙着，是吧？对，那个时间点，这是我们忙的时候，然后就在后面门洞后面看一眼，大概的看一眼，就得又得做其他的。所以你们真的是大熊猫丰容的幕后的英雄。但是今天呢，英雄必须要来到台前，因为我们要共同的来看一下，他们看到这些所有的这些你们给他们准备的这些礼物之后，是一个什么样的反应。我们就来看一下静静组，好不好？看一下他们接受丰容的情况。好，一起来看。每年的夏季都是国宝们的集体生日狂欢，也是饲养员们暗自较劲的炫技比拼。接下来第3组的生日大餐也隆重登场了，各位国宝寿星们能享受于此，乐在其中吗？爷爷现在已经多少岁了呀？他是18年的，吃爽了这孩子。风铃，这个是你们做的是吧？是我们组做的。他好好奇呀，他基本上每个都去玩了一遍。这上面还放了一个苹果的，就是祝福他平安嘛。他对。还是先吃个甜筒。甜筒。还是竹笋实在。得劲儿。这是啥意思？刚就担心会不会搞掉。哦，他们想拿笋子。静静，你这组达到你的预期了吗？有没有什么惊喜啊，或者是遗憾啊之类的？基本上达到了的。你看，我们4只熊猫，其中3只的参与度呀，还有探索欲都是蛮高的。然后莹莹的话，可能她当天的话稍稍有点紧张，她对那个感觉不是兴趣不是很大。其他3只的反应还是挺好的。他紧张是因为环境多了一些东西，所以紧张有警惕吗？还有可能是因为那天的时候游客也比较多呀，还有这些声音啊这些。其实莹莹比较胆小的，对。对，所以我们刚才说的，对饲养员要求也是越来越卷了。按去年的时候，我们说刻那个雕刻那些熊猫果盘呀，是还磕磕绊绊的嘛。今年的话，那是手到擒来，越来越熟练了。这下没少练，肯定。以后幼儿园那个手工作业那就交给你了，由爸爸来完成，因为爸爸很擅长，对吧？